要么就是外星人的，要么就是在那个时代呢，人类曾经有过一段文明。2022年，我来到了玻利维亚的一处都市传说——普马蓬谷。普马蓬谷是南美洲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的一处印加古遗迹，距离马丘比丘步行约677公里。大家好，我是冒险雷探长。今天呢是这个玻利维亚的独立日啊。今天呢，雷探长要去探访这个普马蓬谷啊。小楼房看清是什么吗？那些全是这个玻利维亚的坟墓啊。好来 Divanaco。Divanaco ahí. Hola, Divanaco. No, Copacabana, Divanaco contrato. Es como le digo, contrato, movilidad tienes que tomar del alto. 这是去这个迪亚瓦纳克的世界级未解之谜。雷探长要跟一帮当地人坐在一起啊。那个车本来挺好的，但是坐满了，我来晚了。我坐这儿。哇，终于上车了！这人开价250，我就直接砍了个200，他也会去的。科啊，他在吃这个虎科呢，他们自己种的啊，种植的，上面还有一层白粉。OK， 哇，这虎科，给大家看啊，这就是虎科当地的著名的这个农作物啊。网络上盛传，普马蓬谷是远古就建造成的一处印加古遗迹。用途不详，是由巨大石块巧妙拼接而成，切割工艺和搭建蕴藏着远古高科技，疑似是外星人所建造。那么现实中的普马蓬谷究竟是怎样的呢？现在雷探长来到这个提亚瓦纳科遗址啊，这遗址呢，这个地方呢是它的这个入口啊，入口您可以看到它这个大门了。但是我认为呢，这个遗址呢，人们讲的最多的是这个普马蓬谷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普马蓬谷挺神奇的，但是从它这个门票上来看啊，大家看那个最下面有个小方块啊，黄色的小方块，这个小方块就是普马蓬谷。普马呢就是美洲狮的意思啊。现在呢我要进入这个普马的门了，我不知道还不买票啊。OK， gracias。我已经看到了，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建筑群。这是普马蓬谷吗？这么小啊！这个普马蓬谷，我觉得它的占地面积也就200-300平米的房子那么大吧。看，这是我的手，这些石头非常小，非常小，不至于那么大。这个遗迹当地传说是17000年前所建造，这一时期正是巨石文明，代表作是埃及狮身人面像、金字塔、土耳其的哥贝克里什阵，还有这块像床一样的石头，这个有个石墩，我倒相信。你要说这个普马蓬谷呢，最重的石头，我倒觉得是它这个神庙最中间的这个石头啊。有人说呢，它达到了131吨，长8米，宽5米的这么一块石头啊。据这个一些传说呢，这石头是从100多公里外的这个安第斯山脉啊，3800米的这个山上取下来的。但是这种说法呢，也有一个弊端，周围大家看，周围呢就是山，就是山，就是山。这些山上的石头也不见得就那么差。这些 H 型的形状呢，都是用这种安山岩造的。据说安山岩是一种快速凝结的火山岩，虽然这里也存在较大较重的石头，但是唯一和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大部分石头都比较小，没有传说中的巨大。这种石头就是安山岩啊。安山岩的传说呢，是从100公里以外呢取回来的。但我觉得从现场看来说呢，它的高度也没那么高。你要说它是很特殊的墓碑那样的大小吧，其实跟墓碑的大小差不多。普马蓬谷遗迹中呢，有很多方方正正的大石头，这大石头呢，现代人一眼看过去都像是水泥啊。其实呢，这些呢都是安山岩和红砂岩，像这个就是红砂岩，这就是安山岩。这里的切割工艺有很大的疑问，首先是巨大的石头如何切出一个面，其次是没有铁器的印加文明又如何打出一个圆孔，尤其是在石器时代，打出这样细小圆孔的工艺更加的困难。雷探长亲自来见证奇迹啊！它这个石头的确中间呢有一个锯得非常细的这么一个细线啊，然后中间有很多小孔洞呢，构成这些孔洞就是一个未解之谜，还有钻小孔，还有这个打这么细的一个这么一条线。这边呢是他掏的一个洞啊，这个洞呢现场看呢，我觉得呢至少是人类能达到的一些方式。
他能把这个直角切得特别细，特别像就这种直角，特别不像那个不像那个古代人的一种技术，是不是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H 型的石头啊。其实我觉得普马盆谷呢，很多人都把它单另来讲。我认为，其实如果你看到了旁边那个古城是迪亚瓦纳科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石头你就不难看出它是什么了。因为第一，它跟太阳门很像；第二呢，那边的这些门都是这种方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个普马盆谷呢，它就是这个迪亚瓦纳科的这个官方神庙。它在这个位置一定是跟天象呀，或者跟这个城市的这规模有关，就跟那个天坛一样，它也不是建在那个紫禁城里面。其实普马盆谷是旁边800米处迪亚瓦纳科遗址的一部分。迪亚瓦纳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这座城又是谁建造的呢？在古城中的下沉寺庙中，据说就蕴藏着这座城的建造者。印加人认为这里每个人的脸都是神的脸，据说他们互相争斗，最后中间的神胜出，似乎这其中还有外星人的脸。你看这个人都非常奇特啊！哎呀，首先这个地方呢是用这个砂岩修建的这么一个地下寺庙啊。这个寺庙呢是28米乘以26米啊。这个柱子是什么呢？传说呢这个普马盆谷呢就是这个柱子上这个人呢所打造的啊，所以说是一个神人。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啊，就是这个印加人呢他是不留胡子的啊，他没有胡子，所以说呢这个人呢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人他是长胡子的，那么说明呢他肯定是一个异域的一个人啊。他呢那个不是蛇，是他的头发，也就是说他长着胡子还长着长头发。我觉得他特别像那个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那个2只手攥着拳头的人。其实在他这个神像的后面啊还有2个神像，可能是他的孩子，但是面部已经没有了，只是他的耳朵还在啊。其实在他这个神像的侧面很明显有条蛇这样盘旋着。吉勒探长呢观察了那么多的印加呀玛雅的文物呢，发现呢也能找出一些原因。比如说复活节岛这些石头的下面后来发现了很多遗骸，有人发现了这些石头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复活节岛上这些酋长或者印加的一些长老所以修建的，所以都是可以找到一些科学依据的。上面的这些信息呢就是描绘了这个太阳的第这个290天，由12个周期组成的月，每个周期呢又分成24天，跟我们现在很像，是不是呢？而太阳门呢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它是13英尺乘以9.8英尺，重达10吨，它是块整石做成的。根据一些宇航家的理论呢，他们认为呢，太阳门呢源于一种信念，来自于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曾在不同的时期呢，他们访问过地球，并且呢在这边留下他们的文明。You think it's the Inca people made? No. No. No, sure not. It's No. different. Different. Totally different. Different. Probably Inca people came here after Puma Punku were destroyed. But the kind of a star, you know, the little holes, Yes. everything.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t can make with you know, Yes. with a hammer. Yes. Yeah, it's hard to say, but probably it was extraterrestrial.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Yes. Yeah. 他也不相信是一个外星人造的，但是他呢认为这个建筑呢跟那个迪亚瓦纳科的也不太一样。You believe? Claro, de arriba abajo aquí fue hecho y todo así. You believe? You believe? Por eso están las piedras incrustadas. Están incrustadas. Eso es seguro. 乌鲁 ，OK, gracias。因为有这种传说呢，它是在17000年前就开始建造了，建得非常早。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呢，那个时代呢，不但人还没有这么高的技术，要么就外星人呢，要么就是在那个时代呢，人类曾经有过一段文明。这样解释呢，可能还解释过去吧，只能从未解之谜上解释。但是让人质疑的是，17000年前，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到达南美洲去实现艺术梦想，不可能缔造这么复杂的建筑。19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弗拉尼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对迪亚瓦纳科遗址进行了解释。在这篇论文里，对普马盆谷进行了放射性定年法测定，测出来的结果是公元6世纪，
也就是1500年前所建造。其实呢，咱也不排除什么呢？刘先生觉得呢，咱也不排除呢，是有些后人呢赋予它的，因为呢，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造假的。后人呢，用现代方法呢磨了块石头，然后赋予它，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再把这个地方炒作起来也是有可能的。看这块石板不大，上面这条直线，你要说这是古人切割的，那我相信。所以说，它只是个门而已。把这个门其实立起来也挺好的，但是他没有选择去立它，然后人还可以在里面钻一钻，因为中间那块石头已经碎了，如果立起来的话，它可能就全都碎了。它有很多这个洞啊，大家不要怀疑，这些洞就是跟地基、地板的相连的。我已经看到好多地方有这种的了。你看那一块底下那些洞也是跟地板相连的，也就是它的可能本来是翻过来的啊。普马棚谷如果是一个整体，为什么会散落一地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处遗迹的崩塌？难道这里真的是外星飞船的跑道吗？如果说印加人蕴藏的高科技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们对于人类的粮食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印加人培育了玉米、土豆、木薯、藜麦、黄瓜、番茄、辣椒等作物，流传至今，似乎这些发明更不可思议。我给大家说，那么这个普马棚谷现在为什么是一片废墟了啊？因为呢，在194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玻利维亚正在闹革命。我们知道这个切格瓦拉曾经也参加过玻利维亚的革命，而且还牺牲到了玻利维亚啊。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大靶场，人们在这练靶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洞呢，其实有可能是练靶子留下来的。然后呢，这些石头就大量的被抢走，很多人去盖房子。我记得圆明园，也不是说火全部烧光，有很多周围的这个北京市民呢，他们也会把石头呢拿去砌自己家的院子啊，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石头慢慢变少的原因。你要说它是被什么时候打散的，这个呢，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传说，但也有新的解释嘛。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石头都有磁性，指南针放入其中都会失去方向，这点多少也能证明这些石头并非混凝土浇筑的说法。看这个普马棚谷呢，说白了它也是个金字塔啊。你看这个，跟那个迪亚瓦纳科一样，它都是楼梯冲着西，然后呢顺着这个楼梯上来之后呢，就看到了太阳升起啊。看它的这个围墙还都有的，你看这是它金字塔的另一部分，还是能看出是金字塔的，是不是？然后你看那个就是普马棚谷的石头，这地方就是普马棚谷的石头，在这个地方。普马棚谷其实是印加金字塔建筑，它正对着东方的一座名为普马的雪山，也就是迎接太阳从普马雪山上升起的意思。普马在科丘亚语里是美洲狮的意思，它也是太阳神阴帝的化身。普马棚谷就是为普马祈祷，安第斯才不会有地震。H 型的这个门啊，就在这个地方都是倾斜的，说明这个金字塔呢，它本来就是一个倾斜的。我说了，这个普马棚谷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金字塔，只不过呢，没有人这么去说。但是从这个现在这个倾斜的这个角度上看，它就是倾斜往上走的，越来越高。但是呢，那个相对高的部分应该是这一块。但是金字塔，任何世界上的金字塔，它都是在塌的一个状态的。民间呢有一种说法呢，当地人认为呢，这个建筑呢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靠这个超能力呢，是这个一夜之间就可以建造而成的。那如果说这个天神造这个建筑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话，那么有可能当地刚好崇拜的这个维拉克察，也就是拿了2个闪电的这个维拉克察呢，也许也是真实的。因为呢，他们在这个门框上、门楣上，以及这个在这个迪亚瓦纳科的这个太阳神的门框上，也刚好也画的是这个维拉克察，不谋而合。那么我们把这故事圆一下，如果说按照这个神创论来讲这个寺院的话呢，就是在17000年前呢，从天上来了一些巨人，他们为了在这地方这个挖掘金子，因为这边有很多矿产嘛，然后呢当地村民的帮忙的人就住在这个迪亚瓦纳科里面。那么呢，他们信仰的这个神呢就慢慢的就被他们膜拜成了一个神，叫做维拉克察，也就是印加人的早期的这个神。哇，他们本来还想等待着这个维拉克察再次带他们逃离地球，但是始终没有等到，就这样又过去了17000年。17000年是当地印第安人说的。那么这个建筑到底有多少年呢？实际上呢，据这个测量呢，也就
1000年左右，1000年左右。因为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球上的建筑呢达到了17000年。但是我理想认为，如果这个建筑它能证明外星人存在的话，那么外星人就真的存在了。这是普马彭古这边官方的一个介绍啊，说明呢这边呢曾经呢设有一堵墙，从这个地方一直延续到过去，中间有几扇大门啊，这几个孔洞我们也都见到过了，啊。然后呢，这个门呢安在这个地方的，然后周围呢是金字塔的这个台阶，所以说呢也不是说拼不到一起嘛。OK，gracias，拜拜。这当地收门票的人啊，他说到点儿了要走了，那我就走吧。看普马彭古就在这躺着了，我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普马彭古的都市传说，有人为它惊叹，也有人对它质疑。但如果非要赋予它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地球真的存在过高度文明，也可能是人类的前一个文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石头。无论是智利复活节岛的石像，墨西哥奇琴伊察金字塔，也许都是人类存在过高度文明的见证。